列治文一年暴窃1700起，破案率几乎是0，只有200个警察。我们有20多万常住人口，20多万的旅游人口，几十万人，只有200个警察，这是不对的。要增加100个讲中文的警务服务人员，降低犯罪率。我说你担心不担心海啸啊？我吓死了，因为列治文在海水以下，一旦有了大地震、土壤液化，列治文就比福岛还惨。我说我要提出一个政治纲领，我要在列治文那个海口入海口河口要修龙王庙。我们打扬此案的政治体制改革啊，此案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不能是投我，变成竞选拉票了，就是出来投票，出来投票，加入国籍啊！我的 Chinese Canadian Fellows， 我的同胞们啊，我的华裔的同文同种的加拿大华裔同胞们，我向你们喊话，加入加拿大国籍，投票，政治权利靠自己。如果我们放任温水煮青蛙啊，我们没路可退。今天晚上我会在竞选频道老王 election 啊，老王竞选频道里边直播给大家讲，我们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是如何被温水煮青蛙变成吸毒屋遍地的啊！我刚刚学会，我现捞现卖啊，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相信你们都不知道，就是列治文、白石、本拿比，我们这些华人聚集的地方全有吸毒屋，你们不知道吧？我以前不知道，我就老奇怪，我说以前这个地方西温也有，我以前没在这儿见过流浪汉啊，怎么现在路口出现流浪汉了？拿个纸牌在那儿流浪汉呢？以前没有啊，以前列治文没有啊，西温没有，现在都有了。NDP 上台这10年，你们是不是体感越来越多，对不对？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Bill 41就是省政府的 Bill 44，如何温水煮青蛙的把吸毒屋跳过公众听证会。现在我们 BC 省，我们大温哥华地区已经不需要公众听证了。我们华人曾经团结过，制止过在列治文建设安全注射点，但是我们华人不知道，他们成功的把我们这个炸弹拆掉了。以后建立吸毒屋不需要我们听证，因为 Bill 41、Bill 44已经通过了。随意建，我们不是 stop， 我们是 anti-drug city， 我们要反毒品，我们不是 stop 还不够，我们要 push back， 我们要 step up push back。 为什么？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安全的街区，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年轻人为什么吸毒而加以解决，而不是一方面鼓励甚至纵容年轻人吸毒，另一方面又把安静和干净的街区交给这些吸毒的 drug dealer 们啊！我们不是 stop， 我们是要推回去啊！我们是要打回去，我们一定要推翻这个 Bill 41、Bill 42、44，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否则的话，你们选不选我都无所谓，你们选谁，这个人都必须代表我们干这件事情。这不光是一个市选，是所有市选，甚至是省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叫什么？否则的话叫打地鼠嘛。他露一个头，我们找着敲他一下，露一个头找到敲着。现在我在打地鼠，我们华人同胞们连地鼠在哪儿都不知道，还以为这事过去了。我们成功了，我们2024年制止了。No， 我们没有成功，我们只是成功的打到了一个地鼠的脑袋，更多的地鼠现在在钻出来，而且采取了化妆方法，把自己化妆成了不是地鼠的地鼠，所以我们以为成功了，其实是失败了。你能看到我打字吗，王哥？我能看到啊，我能看到。俺早说过了，许多问题不是市政府能解决的。对呀，我现在正在推动，但是你日拱一卒，你总得有一个开局吧？对，你连市政府都解决不了，你还跟我讲故事，你能解决省政府和联邦政府？你他妈做梦呢！我们先从我们能影响的市政府开始啊，因为我们能直选市政府，市政府选举不需要依赖某一个党，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跟鸡巴我没关系。我们独立策略联盟就可以拿下来市政府的政权。我们拿下来市政府的政权之后，我们星火燎原，我们拿下来 BC 的几个大人口大市的市政府政权之后，我们就可以改变省政府选举的地图，因为省选必须依靠党了。那保守党和自由党，或者保守党和 NDP， 他们基本上势均力敌啊，他们差不了太多。我们如果华人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变成左右输赢的关键的少数派啊。所以从市政府选举开始。现在的基督教里面都是老年人，大部分因为大家可以一起带着各种菜去吃饭，可以吃大锅饭，还有就是因为生病了。你说华人教会吧，是列治文市长支持率在大温倒数第一，对，所以我要推翻他啊，推翻马保定这个官僚。
这个老官僚。我以前还觉得马保定不错，我在前2次直播里边我还说老市长做还不错，至少没乱花钱。我现在收回我对他的赞美，他是个老官僚，其可恶程度不亚于李鸿章。他在维持建制派的这个统治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得我们列治文在最近10年出现了大量的吸毒屋啊，这是他的罪过啊。多伦多的华人怎么办？我弄完温哥华我就去多伦多忽悠你们去。我们在多伦多发掘那么1-2个代表，我们先把万锦、列治文山和那个多伦多市北约克给拿下来。你们等我，我会去的。请问，华人最大的毛病是自己不敢出头，看别人出头，在背后骂别人傻逼，就是他们骂我。他骂我小郭文贵啊，什么骗子呀，割韭菜，又他妈要骗人，就是华人最可恶了，人家老华人啊，小华人没问题，老华人，小华人问题是不入籍，就是老华人啊，就是他妈太可恶了，就是你们自己不出头，我站出来了，一定把我给灭了，那你这他妈的这傻逼，我操，气死我了。不懂得花花轿子打架台，没错，包子会活到150岁吗？我没见过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活到150岁，100岁的可能性都为0。我就话给撂这儿，我跟他说，他活100岁可能性都为0，150岁了，做梦了。不是华人不敢出头，是华人没机会出头。不是啊，我们在列治文，华人60%的人口是华人，怎么没有机会出头啊？列治文市长马保定23000票，第2名9000票，马保定今天退休了，也就是说你拿1万多票你就当市长，20多万人，60%是华人啊，怎么没有权利？怎么没有可能啊？王叔竞选支票给谁啊？我没确定呢，等等我，咱不着急啊。特有意思，就说那个竞选支票这事儿特有意思。我去开户了，前天下午我去 BMO 银行啊开户去了。我是他们的私人银行客户嘛，那我的那个行长就是我们合作10多年的行长，台湾人，在加拿大，在大温好多人都认识他，这是第一个 BMO 的华裔行长，台湾大哥，给我开户，第一句话就是老王你玩真的呀？我还以为你就是说一说。你真的要选呀？你为什么呀？这是他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呀？因为我的私人银行行长当然知道我的状态，我的生活状态。你为什么呀？是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他说你知道政治很累的，我们家我大伯在台湾是政治世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松的，非常累，他什么时间都没有忙的，而且结果并不好啊，结果很不好的。你现在富家翁多爽啊？你为什么？这是我银行行长第一个。然后我说为什么？1、2、3，我说第一。我要在列治文提出建立面向亚太的列治文航空自由贸易保税区和列治文这个会展中心。列治文要做会展经济，要做商展经济，要建立航空自由贸易保税区。这是我第一个口号啊！我要上台我就干这个事儿，我花10年功夫。第二，我要做美食之都，100个餐车，年轻人先把就业抓起来，然后其他的餐厅。新餐厅开业或者老餐厅转让，我叫 continuous running 或者 non-stop running motion， 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咖啡馆、饭店，你只要申请开业，3天之内必然给你 license。如果你申请过户，原来都在正常营业，不需要中间中断，现在要中断2、3个月等 license， 不需要。所有消防、所有卫生都视同于已经合格，出了问题我罚你，但是绝不能懒政惰政。现在列治文管餐厅发牌的那个傻逼老外，那个傻逼公务员，让大家等3个月，为什么？居然提出这么个原因，说我要度假去了，我他妈要休假去了。你休假你领工资吗？你真他妈不要大脸，你就欺负中国人好管，中国人还要给他行贿插队加塞儿。我再重复一遍，中国人给他行贿插队加塞儿，能不能先批我的？我都拿到证据了。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我们打造美食之都，要给所有的餐厅评米其林，要让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网红都在这儿来带货。第三个就是增强警务力量。列治文1年盗窃1700起，破案率几乎是0，只有200个警察。我们有20多万常住人口，20多万的旅游人口，几十万人，只有200个警察，这是不对的。要增加100个讲中文的警务服务人员，降低犯罪率。是大量的使用机器人警察巡逻，在商圈巡逻，在mall里边巡逻，天一黑机器人警察上街巡逻，因为你们人警察白人太贵了，我们用义警巡逻，机器人巡逻。我们要让我们的高中生、我们的大学生、我们华人的后代们在市政府和市警队做义工。我们市政府和市警队一方面给你们发义工工资17元每小时，
我们加拿大青少年义工的这个工资，另一方面市政府和市警队要给你出奖状，感谢这个年轻人，这个高中生或者这个大学生在暑期或者寒假，在业余时间节假日作为义警，伴随警方出警作为中文翻译，感谢这个孩子作为义工在市政府某个部门任何一个部门担任中文翻译。这个就是我的列治文双百计划。我跟他讲完之后，我的行长自己讲，我马上给你捐款，我现在就给你捐款。我说不用，我还没找到financial agent呢，我谢谢你了，你等等。他说我们家给你2张支票，我一定选你。然后给他签字，因为他是行长，我给他签字的那个行员，你也要投他，你要投老王啊，你听见了没有？我们要搞经济啊，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孩子他是台湾人，我们孩子还去哪？我们无处可退。我跟他讲，我说还有一条，我说你是不是所有房子都在列治文？他说对呀。我说你是不是？他说我几百万资产都在列治文啊。我说你担心不担心海啸啊？我吓死了，因为列治文在海水以下，一旦有了大地震、土壤液化，列治文就比福岛还惨。我说我要提出一个政治纲领，我要在列治文那个入海口河口要修龙王庙。我们列治文早就应该修龙王庙，龙王庙才能保境安民啊。虽然这是玄学，但是你说这个太平洋板块大断裂地震是不是玄学？可能一个鲸鱼的屁都能把这个地震从温哥华崩到洛杉矶去，从他妈的温哥华崩到西雅图，崩到旧金山去。因为整个断裂带大家知道吧，都是一个断裂带，脆断在哪儿？这真的是玄学。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从海参崴到海南岛，甚至到他们越南胡志明，中华文化圈的传统解决方法、传统智慧就是，我们修个龙王庙吧。我们修个龙王庙吧。我们这么多有钱的中国人，我们买保险，同时我们拿买保险的钱捐出来，一个房子保险啊，在列治文一个普通的 house， 我们就华人住 house 保险$3000啊，最便宜也要$2000，而且他不给你卖你地震险和海啸险。那地震险海啸险不卖你的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保险公司可专业了，那意思就是真的会赔钱。那我们每个家庭捐$1000，我们列治文至少有几万个这样的家庭，每个人$1000，就是他妈的就是几千万刀，甚至是几亿刀。我们有几亿家园在列治文建一个龙王庙，是不是世界上设计最好的、管理最棒的龙王庙？我们请最牛逼的高僧大德来主持，香火鼎盛，阿弥陀佛。地震一定要去别的地方，不要在我们列治文河口这儿。就是我的主意都很落地。但是你们想，我这么干的话，是不是他经济就起来了？他就热闹了吗？他至少旅游景点他多一个呀。台湾妈祖可以坐飞机去朝鲜，那不行，没戏啊！妈祖的信众在加拿大太少了，他是台湾是主流，但是在我们加拿大的他可能只有在台湾的同胞里面他有主流啊，但是在你这地方华人来自于五湖四海啊，所以那这就不要搞那么具体的了啊！看一个人什么样，看他眼前干的事儿，别傻了被骗了，啥意思呀？马保定嘛，马保定现在正在给你们修毒品屋呢啊！好嘞，拜拜啊！再见。我说的这些东西早就应该干，不是说我多牛逼。你觉得这牛逼吗？这个地方要发大水，我们修个龙王庙，这难道这是牛逼吗？这一点都不牛逼啊！这他妈是基操啊！他只要是中国人，或者他只要是心里边想着中国，他一定会想到。他没想到你这什么意思？你没那么重要嘛，就那么简单嘛。我在新加坡听着都激动，王哥你确实上辈子剩下，哎别，咱们别戴这个高帽，咱们就是改变列治文啊！你改变不了加拿大，先改变列治文，能改变列治文就能改变温哥华，就能改变本拿比啊，就能改变西温哥华。我们改变了加拿大西部，就把 BC 改变了 ，BC 改变了就能改变安大略。那要 BC 和安大略改变了，整个加拿大基本上就变天了，因为 BC 和安大略的影响太大了，加西加东两个重镇。啊，一点的，咱们别他妈一口吃个胖子，咱们我们要他妈的当总统去，你这不可能啊！我话撂这儿，你们门都没有啊！咱们现在马上干一件事儿啊，就具体的日拱一卒，你们选我上去，我先干龙王庙，我先干夜市，我先让他妈的这帮孙子，加上中文翻译，我先让这帮孙子，现在这些官老爷，这些白人官老爷，我先让他们有 KPI。就是受理申请之后，开业申请也好，过户申请给人家几天必须批，我先让你们必须5天批，没有理由，干不了辞职换人 ，you are fired， 凭什么干不了？你怎么就干不了？你那时间干什么？喝星巴克那么重要吗？好吧啊，再见，海蒂尔再见，我该走了。哎呦，
6点啊，我约的6点 meeting 该走了，拜拜拜拜，弟兄们，晚上竞选频道见啊，拜拜拜拜。我在中国可以投一票吧，你从心里边投一票吧，因为我在海外做这件事儿，我同时在微博直播，我所有的竞选我都在微博直播，我希望能够影响中国啊！真正的记住，真正的爱祖国、爱这个民族的人是我这种人，我不认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很丢人的事儿，我不是知黑，什么支那黑黑支，我认为客观的讲，中国人很优秀啊！你看看好那个硅谷的高管嘛，有多少是我们呀？可以说 AI 时代就是中国人的天下呀！你也知黑，你也得黑的有点道理啊！中国的工程师遍布着 AI 的所有的行业，所以你们自卑什么呀？难道不是 AI 领域第一大种族吗？难道不是吗？你告诉我 AI 领域第一大种族是谁？不就是我们吗？我操，这是智商啊，这是聪明啊！所以没有必要那么低贱啊！那么我们要爱这个国家，就要影响这个国家，就要开治这个国家。啊，当然我们不是说爱共产党啊，那我们很烦他，但我们很怕他。但是呢，我们可以影响这个国家的人民，影响这个国家的官员，让他们看到民主政治的优势和劣势，让他们看到哦，原来真人秀啊，就像王刚教大家炒菜一样。那我虽然没有厨房，但是我看王刚炒菜不是那么难嘛。我虽然没有那个喷火灶，但是我跟着王刚学过炒菜啊。大家知道王刚师傅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呀？因为我来加拿大移民之前不会做饭呀，我不会做饭呀。我他妈认为炒菜是一种很难、很危险的化学反应。我看了王刚没多难嘛，就是宽油嘛。我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了之后我又很聪明，我就开始不用宽油了，因为吃了很难受，血压都吃高了。然后呢不用宽油，后来又蹦出个老饭骨，老饭骨也教你啊，又学会很多。然后呢就慢慢的就自己会了。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啊，这才是真正的积功德，不是那些宏大叙事。什么我操，就是他妈的，就是道德捆绑、宏大叙事。我操，就动不动就推翻共产党。你拿什么推翻？你有一个兵，还是一个枪，还是一个刀刃？啥都没有。咱们不扯那个，咱们就把我们眼前的改了啊！我们落地生根，我们把能改的、最容易改的列治文改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希望。那失望怎么办？失望4年之后再来，2年省选再来，我们不停的改，我们把 BC 列治文改了，我们就有可能把加拿大影响了，我们就可能把自由党政府推翻，换保守党政府上来。保守党政府哈珀总理还没死，哈珀身体还很好，哈珀总理管制加拿大经济非常好啊。你知道我们加拿大有多少石油，多少天然气，咱就不说别的，现在在打伊朗战争，现在石油天然气价格贵到这个程度，我们加拿大应该大大的赚钱呀，大大的发财呀，但是自由党政府不让开发呀。为什么要保护环境，要给子孙后代留着？我们现在的子孙后代都搬到美国去了，你还在留给哪一代子孙后代？你要趁着他们打仗，加拿大可以大发能源财的，不做。反过来，石油价格上涨居然影响加拿大，居然影响加拿大经济，居然给加拿大带来巨大的损失，这就是你不出来投票的原因，这后果。